外面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最近一直下雨哦，所以今天又煮一个汤，一直下雨。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来煮汤。最近天气都很阴凉啊，一直下雨啊，所以我们又来煮一个汤。OK， 所以今天煮的是四川菜汤，也叫做什么？四川杂菜汤。我要戴眼镜嘛 ？OK 了，今天就不戴眼镜了。我也不知道我的眼镜跑去哪里啊，无所谓。这样子的话，也有看东西也有一种朦胧的美，不要看得太清楚了。OK， 我们就来介绍所需的材料。所以今天其实是煮一个四川杂菜排骨汤，所以用到了排骨，还有这个主角四川菜。四川菜这个我买的不是那种真空包装的，之前我用的是真空包装的，但是之后我的父亲说，其实这种整桶的这种的味道是最好的。我在 NSK 买的，他们是那种开放式的，所以好像看得很不卫生啊，整桶的。还有煮汤的必备就是蒜哦，还有我切的姜片，还有一颗洋葱。再来就是我常常煮这个四川菜都会放这个马铃薯 carrot， 还有因为我有芹菜，我也放了芹菜下去，因为我曾经试过用芹菜煮，还不错的味道，所以还蛮搭的。其实还有人还会放一些 tomato， 放一些 sweet corn， 就因人而异啦。但是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材料是蛮搭的。然后我们来把这个排骨给它过一过水，穿烫一下。其实那水不用滚，我们就可以把排骨放下去了。有些时候他们穿烫又放了一些酒啊，放了葱啊，放了姜啊，我是觉得没必要啦，就省下这些食材啊。其实是食材这样子煮了就倒掉，很浪费啊。所以我们只是过这个热水，给它穿烫一下。穿烫这个排骨的当儿，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些食材。首先，我们来处理这个芹菜。其实芹菜的纤维蛮粗的，因为我等一下煮汤，我也打算把这些菜也把它吃掉。把它那个比较粗的纤维，把它给去掉。你看，看到吗？这些你没有把它拔掉的话，等一下你就咬不到了。OK， 就是把这些纤维给去掉。有些人就不吃这些菜渣了，就煮汤的那些材料他们都不吃，但是我们都尽量把它吃完了，不浪费。你看它背部也是有一把小刀那样子，拉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切小一点了。这种粗的我们就把它切一半了。OK， 我们改刀把它切小一点啊，这样差不多几寸？2寸的。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红萝卜。其实红萝卜你看它皮这么干净，这么美，其实不用削皮了，它营养价值也很高。很多时候我们这蔬果的皮营养价值蛮高的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把它去皮了。把头尾比较不漂亮的切掉，然后滚刀状，一边滚一边切。这2个去皮的马铃薯，把它切成大大的小块。其实煮这个四川菜汤啊，放这个马铃薯下去啊，吃了那个四川菜的那个杂菜汤，杂菜的味道啊，其实很入味，很好吃的。所以每次我都是放蛮多的。接下来就是洋葱，我去了皮，把它切成4份，把这个蒂去掉，再1分。OK， 所以这个蒜就是把这个皮给去掉就好了，整粒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四川菜，不用这么多了，不需要这么多。有些人用了整粒下去煮，我觉得不需要了，很浪费。我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把材料省下来，不用整粒丢下去煮。这一粒我就可以煮3到4次嘞。来，我们怎么去处理？我们先切一小块出来，先不要洗啦，我们先切一小部分我们需要的。所以我们不用洗太干净，我们就是要吃它的一些腌料啊，
所以稍微冲一下水就好了。有些人还拿去蒸水啦，洗到干干净净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洗太干净，留一点它的味，原本的四川味在里面。OK， 稍微冲一下水，它里面还有一些辣椒粉啊，这些就好。我们来改刀，把它切薄片。有些人切得很厚，我是觉得切得薄，你煮的时候味道比较容易释放出来啊。就是这样的薄片，这样的薄度就好了。OK， 我们重新煮了一锅干净的水，等水滚了、煮开了，我们再把该准备的材料全部丢进去，这个蒜啊、洋葱、姜片、哈姆朗全部丢进去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四川菜、马铃薯、carrot、芹菜，还有这个麻骨。OK， 就是这样，让它煮滚先，把它水煮开。现在水煮开了，我们就把它关到最小，把火关到最小，盖上盖子，让它慢慢自己煮了，然后慢慢把它味道给煮出来。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